大家好，我是三小妹，一个骂了共产党超多年的台湾人，现在居然走上中国街道去直播啊，这里好美好干净，到了一个最繁华的地方去拍。首先啊，到底谁会相信这样的直播？大概是分成了5种人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蓝营的铁粉，太讨厌民进党了，任何一个名人帮忙开口去说中国其实不错，民进党在撒谎，那么他马上就会被奉为神明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政治比较冷感的人，站在中间吃瓜，与时俱进的，谁的声音大就听谁的，馆长说中国好他就信了。第三种呢，就是选择在中国生活的台湾人，因为呢台湾人越是仇中对他越不利，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们会把馆长的直播视为证明自己没选错的心理安慰。第四种啊，就是中国网民，心里啊就会把这个台湾网红作为一个样板，你看你们台湾人终于清醒了吧。第5种是最危险的，他们会选择自我催眠，只要有人说话顺耳，他们就选择性拒绝一切费脑的思考。那么再来说说有哪5种人是不会相信他的？你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相信他吗？错了，第一种不相信他的呢，就是官员。官员最怕的就是这种声量太大的人，对于他们而言啊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内部的中国人，他们尚且需要监控，更何况是这种境外来的，说错了一句话怎么收？他们提心吊胆的。第二种呢，疫情时期风控过的人，在大众网发布上海一女子疑因被饿晕倒在了做核酸检测的路上，这样的视频让大家唏嘘，而更让人难以置信是评论区的一条条留言。做的那些记号和下一个温暖有一些老人甚至在自己家饿死了，还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只是摆拍送物资，把物资摆拍走进大门后再提着物资就走了。他们看着馆长说好安全，内心只觉得讽刺，可能连留言去说这个事情都懒得，就是嘴角一抹冷笑这样。第3种呢，记者、律师、社运人士，他们内心里非常清楚，真实的中国不能直播，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，有多少见不得光。还有第4种，体制内的人，中国底层是不一定知道中国那么多潜规则的，但体制内的人看得比谁都明白，你今天还能说中国好，是因为你今天说的不是中国坏。还有第5种啊，就是真正能够从大局观去考量中国的统治和运作的。这也是为什么馆长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台湾人在说，这一切经过了设计和包装，连留言都有人操控。这场直播不止在多数保卫台湾的人心中没有信任基础，就连在对岸中国人的心中，他也不具备信任基础。馆长这个人其实三小妹是欣赏的。怎么说呢？当你见识过太多需要让你费尽心思的人事物之后，你再去看这种有话直说不需要过于费脑的，他想什么他会直接告诉你的人，你会讨厌他做的这件事，但你不会真的去讨厌他这个人。他有点像是中国人眼中的张艺兴，天真单纯，接触过中国社会的草根，他们就会是像这样的。看了这么多被拐妇女的案例，才发现以前的综艺到底有多超前。他们的妈妈不是跑了，而是终于逃出去了。某期极限挑战中，节目组带领大家来到一处山村支教，交谈中张艺兴得知自己帮助了这个山村男孩，在3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出走，所以他至今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。单纯善良的张艺兴听到后，立刻想到借助综艺的力量帮他把妈妈找回来。然而就在他征求节目组意见时，却被黄渤果断制止了。你觉得真要让他面对这些吗？真的一些没你想那么简单。就说他嫁到这个村子里边来了，就像你们刚才进去那个房子一样，他要面对的这就是以后后半生的生活。当然母爱是伟大的，你可以接受这些，放弃掉自己的一生，然后给孩子带来光明，但是并不代表这就是唯一必须绝对的答案。初看时还不明白两人的用意，直到收留一子的出现，才明白当初的他们到底有多清醒。黄磊那一句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几乎就是在告诉张艺兴，小男孩的妈妈可能是被拐来这里结婚生子的，所以黄渤才会说他可以选择为了孩子留在这里生活，但同样也有放下这些走出去过自己人生的权利。要知道正常的婚嫁都是知根知底的，就算妈妈
妈走了，也应该知道姥姥家，可他却连妈妈是哪里人都不知道，那很大几率就说明妈妈是被拐来大山的。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他那贴满整面墙的奖状，似乎更加证实了母亲的优良基因。他的妈妈很可能是被拐来的大学生，就像网友说的那样，为什么大山里每年总能走出1、2个天才，在父亲憨厚、家庭困难的情况下，孩子的学习却格外优秀？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曾经也是凤凰。救命！光是听到都会让人汗毛直立的程度。小时候听到妈妈跑了，还会暗暗吐槽她嫌贫爱富，现在却只会替她庆幸，终于逃出去了。看着这一座又一座的大山，不敢想他们要费多大的力气，才能真正的逃出升天。如果黄渤当初没有阻止，真的任由张艺兴帮他找到妈妈并带回，或许才是真正的害了他。而这早已经不是黄渤第一次考虑的如此赤裸。节目中他自己陪伴的小女孩年仅9岁，长相甜美，不仅学习成绩不错，还很具有舞蹈天赋，很多难度极高的舞蹈动作他都是看一眼就会。当初很多人都感慨女孩与生俱来的天赋，还建议黄渤可以资助她去学舞蹈，说不定可以帮她改变命运。一开始黄渤也确实动了这个心思，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具体的资助事宜了。然而就在他考察完女孩的家后，却突然改变了主意。有一些是你能给予的，有一些你真没法给予，真的能做的也特别少，而且真的不知道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有效的。当时女孩的奶奶刚好带着孙子回来，进门看到黄渤和节目组的存在，二话不说就给了女孩一巴掌，埋怨她随便带人回家吃饭。不仅如此，奶奶还极度的重男轻女，有什么好东西都会第一时间拿给弟弟，从不考虑女孩的感受。也正是奶奶熟练冷漠的态度和小女孩背过身的哭泣，让黄渤意识到，即使自己真的资助，这笔钱也不一定能用到女孩身上，反而会滋长一家人靠着她吸血的念头。于是再三考虑后，他只能选择放弃。离开前，他为女孩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帮她庆祝了生日，还送了一块电话手表，承诺可以随时联系自己。你也可以用这个联系我，这是你想要的那个小手表电话吗？你让他可以跟妈妈打电话，也可以找到我。而这同样也是黄渤的最后一次试探。如果小女孩一直没有联系自己，那手表很大概率就是落到了他弟弟手里。而如果他联系了自己，那自己一定会尽力帮他。他希望女孩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，却也无奈在这样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女孩迟早会被洗脑放弃自己。就像他始终记得好东西要带回去给弟弟一样。你还拿这么多蛋糕干嘛？弟弟吃。弟弟吃。原来大山里有凤凰诞生，很有可能是曾有凤凰陨落。还有这个大家从留言区里面搜罗的，到山村里面支教，在猪圈里面看到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给她吃东西的时候，她高兴的像猴子，结果这个猴子会说英语。还有一个是当年16岁去打工，遇到了一个阿姨对她很好，第4年的时候，那个阿姨请她一起回去过年，结果就出不来了，留在那边生小孩，生完一个儿子之后，她就装很听话的样子，在他儿子5岁的时候把他腰上的铁链解开，到小孩7岁的时候找到机会逃跑，晚上睡山里他都觉得不害怕。像这样的案例是非常多的啊。例如有一个人40多岁娶了一个女大学生，关在房子里，去查了之后发现这个女的被以16万的价格卖了。还有一个亲戚啊，也是被铁链锁起来，生了2个儿子，非常聪明，考出去后回来把他带走了。有一个人他是小时候跟他爸爸逛街，遇到一个贵州的女人讨钱买车票想要回家，他的爸爸给了他200块钱，20多年过去，那个女的还会时不时往家里寄东西，因为呢当年就是被拐卖的。像这样的案例是非常多的，只要在评论区找就会有。但是馆长直播里面能看到几个呢？鬼还可怕的是人心。有一对情侣一次出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鬼屋，这个鬼屋还挺偏的，男生拉着女孩进去，女生很害怕，对男孩撒娇的拒绝说我不想玩。男孩对着女孩的耳边说放心，有我在呢，不要害怕。就这样他们一起进了鬼屋，女生紧紧地抓着男孩的手，但他们在路口时走失了，男生找不到女生，他感觉自己离女生越来越远了。直到男生走出鬼屋后，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女孩，鬼屋的老板和员工也都不在了，男生最后报警了。他在鬼屋旁守了7天7夜，直到警察放弃了调查之后，男生就把鬼屋给买了下来。几年之后，警察查到了女生，女生当时被人口拐卖到了山区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，生了3个孩子，最后在逃跑的路上死了。死的时候手里拿着与男孩的照片。你以为真相是这样吗？但其实真相是，男生跟老板一起合作卖了女生，买鬼屋的钱也是这么来的。买鬼屋也是怕线索被发现，守7天7夜，估计也是怕女生的家人来查，熬到警察查不出来才不守，也不出去打听下落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，就死守着鬼屋。明显是怂，怕被发现遗落蛛丝马迹，所以就不让人靠近，一直守着。前前后后制造自己是深情男神，是一个失去女友的受害者，但其实他才是那个最可怕的。女孩死前还喊男友的名字，是因为恨他。中国旅游不是不能拍，而是只能拍，能拍得了夜景，但拍不了人权，能拍到高楼，但你拍不到底层。最繁华的城市走个遍，说它代表全中国。方式虽然是直播，
但实际上就是参观啦。人民不能乱讲话，这不是真实，而是样板。三小妹还是那句话，支持馆长去旅游，但是其他的人也要认清，这不是全部的中国。这就好像一个人说他了解婚姻，不能只是因为他参加了一场婚礼。真正的中国在暗网里，在墙后面。馆长这一次去，信的人暴露了他想相信什么，不信的人也已经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。如果真相真的能被直播，那么那些不能说的、不能拍的、不能问的，又算什么呢？那么如果要是你对台湾的政党失望了，你愿意接受台湾从此叫中国台湾吗？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好啦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。人生路漫漫，三妹来相伴，记得帮三小妹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